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恩，今天又回来继续960的 drama 事件。我知道有些观众已经不想看这个话题了，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观众讲我想看下一集还有更精彩的内容。就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连 Chisco 他都讲这个东西啊，他自己在 Discord 群那边讲啊，不要有讲的什么 drama 之类的。不过他之前有讲过1254啊，那个是属于他自己的王国 ，OK 无所谓。这一次960的 KVK 他也掺一脚啊，这个就讲不过去啊，自己设的规则自己犯规啊。不过间接性也证明了960这场 drama 是真的好看了，很多吃瓜群众啊。这一次我们又回来继续看脸书那边又有什么口水战了。首先是万 V 的代表，他觉得这团火烧的不够旺，所以他想要火上浇油。内容是讲他已经拿到他们打联赛的冠军奖励之类的。他讲这东西就算了，下面还留一句继续尝试吧豹哥。豹哥也是有呛回他，除了恭喜他们拿到冠军之外，还有跟他们讲请他们下次也是跟着一起注册 KVK， 不要再逃避了。接着就有人提议了1365、1034对上1254跟1960，哇，这个真的匹配到一起啊，就真的很精彩比我们现在看的还精彩。豹哥就同意这个做法，还有请求365不要再逃避254了，并且还有人说365看起来是想要找最好的盟友来在每一个 KVK。接着班尼就说365如果你们下次也是讲要 recovery KVK 的话，跟他讲一声0打3的话，这样子的 KVK 对254来讲是非常简单的。不懂这句话意思是什么的，可以看回我上一个影片，这边简短的解释一下，就是254他有邀请960跟365去报名 KVK， 但是365以他们要 recovery KVK 作为理由而选择逃避了254。254可以说是外国的王国里面是最强的，我曾经也是有机会在皇庭那边看254一个王国打6个联盟啊，这个是真的很夸张。还有这个人写的东西很好笑一下，他说960跳满了报名就是为了要躲避1365， 960就是怕了在英雄战歌或者是八方逐鹿1对1对打到1365，想得1093或者是其他先锋王国成为他们的盟友之后才去报名打1365。看了这个人的评论，我觉得你们应该也知道豹哥的心情了，什么东西叫从黑讲到变白，就是这个东西了。就有人开始反呛他说，你不知道除夕夜全部人都在休息吗？就是我们过新年了。接着还有人说，等到365找到其他2个先锋王国跟他们组队才来打他们吗？而且你们还记得吗？在之前影片我有讲过，豹哥他其实是知道这一次的 KVK 有哪一些王国会报名的，所以他知道有这些王国会报名的话，为什么他在之前的 KVK 不要跳过了呢？并且他都知道这些王国会报名八方逐鹿的话，这样为什么960不要去报名英雄战歌就好了呢？所以有些人讲的话是真的很没有逻辑的。这里还有豹哥提供的截图，豹哥是真的跟对方讲过，在关6单挑，是对方真的逃避问题，他完全不要回答。或许像豹哥所说的365他们单挑的话是打不过960的，所以他们选择不应战。里面聊天只是名字都是365那边的人，他们一直讲说1093比1175还有1534还要来得更强。对方选择逃避豹哥的问题，就跟豹哥讲，提出你分配的阵营要跟哪一个人结盟，并且做出平衡的 KVK。 从一开始他们跟3个韩国先锋作为盟友的时候都已经不平衡了，你还要什么平衡？那么既然对方要他们做出决定要选择哪一个阵营，960就选择了雷阵营，然而对方又不要给雷阵营了，所以你到底是要我怎样呢？哈可以理解你不要单挑是怕打输嘛 ，OK 没有关系。那你讲要自己选阵营，那我就认真选。那选哪一个雷阵营你又不满意这样你一开始就不要问我就好啦，你一开始自己结盟就好啦，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们讨论呢？豹哥确实也是说了，看到他的眼睛很痛。那前面的口水战都是之前的事情啊，结盟的事情啊，我们就不要再讲这么多了。结果他们已经分配好阵营之后，双方都知道谁是盟友谁是敌人的嘛。然而365的人跑去跟1093说，希望他们输了之后，这个 KVK 的胜利最终奖励是由1093拿。也就是说呢，365是他们的敌人，但是在里面挑拨离间，要挑拨1093跟1960，间接性是暗示说，哇，如果那个 KVK 赢了过后，不是你们拿奖励，是960拿，哎呀，这样子我就不服咯。在这里我只能说365你们真的是高明啊，为什么960不要学你们这样子呢？挑拨离间呢？应该也是跑去韩国人那边讲，哎呀，如果不是534拿那个最终奖励的话，我不服啊。哎呀，如果不是1175拿最终奖励的话，我也不服啊。可是你们换过来想，他这样子是不是表示说他最后 KVK 会输了呢？但不然的话，你为什么要讲这句？不好意思，我笑场了。不然的话，你为什么要讲出这句话呢？你是不是没有把握你可以赢 KVK？
你3个韩国先锋王国都没有办法赢啊！哦，真的是惨了。在他们还没有开打之前就已经立 flag 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是不是要跟他们的盟友通知一下？不过还好，这个对话呢，有人放去讨论区让全部玩家都知道365是怎样的嘴脸。他们是私底下开了这个群，跟1093在一起讲了。开帖的玩家说，1365开了8个阵营的聊天群，想要尝试让这场 KVK 看起来很公平。但是在同一个时间，私底下又跟1093那边开了另外的群聊，并且说出希望1093拿到圣城类似这样子的对话来打破他们内部的关系。1365是多么的不诚实狡猾的王国，不管怎样，他永远都不会跟254同一个水平。254不会使用任何的技巧来赢 KVK， 他们只会战斗到最后一滴血。证明说还是有不少其他的玩家，他们是已经看清楚了365的嘴脸。因为在最近我发布960的影片呢，就很多人讲我偏心之类的。那你们自己去看了这些事情之后，你觉得还会偏心吗？影片的最后呢，就保留给豹哥啦，他还有讲其他东西，你们可以自己慢慢听。内容还有提到他们跟1093到底要怎样分配奖励的问题，这个你们也可以学习一下啦。对啊，他那个365，你有没有找到那张截图在脸书？365的国王还去跟1093国王说，哦，如果你们打赢我们的话，我要你们拿圣城，啊，我会帮助你们拿圣城。妈的，这恶心的话都讲得出来。还没打，你是不是就直接已经软掉了？还在那挑拨说什么我会帮你们拿圣城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圣城需要你给吗？你们不是自认什么万国第一最强先锋，拿了2个那个怎么讲？这种算氪金的王国，都是有 spender 有在花钱的人玩家，就是1534、1175，对不对？你拿那2个说，然后你将这4个阵营比较，他还说啊，你们4个阵营比我们4个阵营的战力高，那真神经病。战力比你高，你讲什么东西？你拿2个，我们那2个 A 国等于是无氪金玩家的国家，等于了，差不多。你拿咪咪还有那个康仔的那个王国来比，怎么比啊？你们那个是氪金王国，人家是 F2P 王国，真的是打死他们！最好加速给我每一年，他们最好 JST 每一个人有10年、20年加速，没有的话他们就惨了。我们平均每个人10几年加速了，打空了没关系，继续爆兵。看你们要怎么样，没有加速用宝石医疗，看你们怎么跟我们打。JST 现在你去看他们那个联盟的宝箱的 level， 我从去年11月到现在，他们只涨了1个等级，跳了1个等级。每天那个联盟的那个宝箱的那个经验值啊，只有400多万。比我们 GT 少了，是等于我们 GT 1/3吧。不过他们加速肯定没有什么的，我看过他们很多人加速，包包里几乎都空了。他就最好给我准备打到死，反正我们没加速，继续买，是不是？没有宝石继续买，没加速医疗用宝石医疗。反正这次就准备要打空。我们会用一个很公平的机制打，因为现在奖励已经改成那个只有300个人，一个阵营只有300人可以拿奖励。就是这样讲比较简单，整张图只有300人能拿奖励。那我们奖励会分配说 ，OK， 比如说前500的 KP， 就是王国前500人。那我们王国没有1093大，不过我们王国应该氪金玩家比较多。那我们活跃玩家也差不多的账号也差不多只有180到200个人，所以我们也只能算200个人的 KP。可能会设定在500个人吧，现在还不知道，还没谈好，就大概往那个方向走，所以大家也不用争吵。那这种东西也好啊，以后定一个制度出来，以后别的王国对不对？打 KPK 也不用吵架，说什么谁拿圣城，反正就 KP 进来大家比较嘛，谁的哪一个阵营 KP 最高，哪个阵营赢的时候，那个阵营就自然去拿那个圣城。不过这种东西要事先讲好，要不然怕其他玩家也心里不平衡嘛。